许金珠，我开房又忘了带超薄的。梦瑶喜欢草莓味，你半个小时内送过来，快点。猪猪，这个就是你高中起就喜欢的那个男孩。如果非送不可，那我替你送。打死你个贱人！妈，我决定放弃他了。徐金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长本事了敢挂我电话？我在听。闹脾气也分个时候，我这边还等着用呢，赶紧下楼打车，别磨蹭。对了，一会儿过来记得给他当面道个歉。道歉的事，是因为我签了大单，梦瑶却说那是她的客户。宋总，那个单子是我跟了半年的客户，你扣我工资可以，为什么要开除我整个部门？瑶瑶说那是她的客户，她都委屈哭了，你还要跟我谈公平？他刚入职，连合同条款都看不明白，那是我的心血。你的心血，金珠，别忘了，你的工作都是走后门得来的，有什么可惜的？至于你带的那些人，真有才华也不会跟着你做项目，烂泥扶不上墙，散了就散了。想通了吗？下午带上赔礼，去瑶瑶那儿当面道个歉，工资我翻倍补给你。我不会向他道歉，如果他实在生气，你就把我辞了吧。辞职？徐金珠，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通知。行啊，只要你能放得下。他觉得我放不下这份高薪，更放不下他，可他忘了，一个人的心碎够了，就什么都放得下了。又是这股腥味儿，他家里是卖鱼的，还是住在臭水沟上啊？我发现你真的很聪明，听听这个，那些乱嚼舌根的人都该听听相声里怎么说，死不死啊他们？我追着宋怀云跑了10年，网上都说好工作只流通于人脉和血缘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是你的人脉，你可以跟着我干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帮你谁帮我？终于忙完了。喂，江湖救急，我一见钟情了一个女孩，但是没带东西，你能帮我送来吗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不帮我谁帮我？你会来的对吗？怀金，那是谁啊？普通下属。那晚我走了3个小时，发了高烧，后来就得了中耳炎。金珠，妈来陪陪你，咱们以后……徐金珠，别闹了，你会来的，对吗？我不去了，以后都不会去了。金珠，是不是耳朵又犯了？妈去给你拿止疼药。妈，别担心，刚才电话里那人哪是我喜欢的人啊，就纯纯一资本家老板。你知道的，经世卷得很，我这算什么？有的朋友下班了还得给老板带孩子洗袜子呢。妈，真的别担心我，我早就不想干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都回屋睡觉吧。可我不能不担心，我去你们公司找过你，那个时候我看到你在被他欺负，我去找过他，我想让他对你好一点，可他对我这种四肢不全的老太婆头都不抬。他跟我说，你本来就是走后门进的公司，已经得到了很多人都够不到的成就了，吃点小亏也算恩赐。他还说你是个聪明人，
但是有我这个妈妈真的很倒霉。妈，你不是我的累赘，我决定了，明天就去离职。金珠姐，我不过掉了2滴眼泪，怀仁哥就把你的职位给了我。他说我是他最喜欢的金丝雀。宋怀成不是非你不可吗？都要结婚了，怎么还自称金丝雀？怎么，情妇当惯了，改不了口？你少看不起我！你还不知道怀瑾怎么说你吧？他说你心思不纯，能力不行，早就想撵你走了。我们能者上位，无论是岗位上还是床上。我去，真的？抱歉，这是我的杯子，你不配用。徐金珠，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。怀瑾哥，他太嚣张了，他还要打我！哭什么？我让你还回来好不好？许金爵，你疯了吗？如果你要报警，我也配合。验伤我会出医药费。这个工作我不干了。你可别冲动，现在工作多不好找。大学生一茬接一茬，你离开了宋怀远，真的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。燕子，我知道你受了气，可打工的哪有不受气的？你要想开点，看在钱的面子上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宋怀瑾这是把你当成挡箭牌，每场酒局都带着你，让你替他喝这种不要命的酒。你到底照没照过镜子？你不知道自己长得还不错吗？燕子，你不懂，被他利用说明我有价值，连被人利用的价值都没有，才更悲哀。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反正年薪这么高，车房都有了，送点避孕药算什么？一厢情愿的喜欢算什么？可我妈在想什么？听到那个男人吩咐他女儿去送超薄时，她在想什么？听到那句“你妈很倒霉”的时候，她那1分钟的沉默又在想什么？我没法闭着眼睛接着追他了。我想不开。离职书已经发你邮箱了，不批，明天正常上班。宋怀瑾，你当你是谁？妈，都说了那些东西不带了，回云城给你买全套新的。这还能用？莫乱花钱，你在大城市不容易。以前我只顾着给宋怀瑾筹谋画策，却让妈妈在我的豪宅里过得像个怕麻烦人的客人。金珠，那大铁鸟真是带咱们走的？是，咱们回老家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的社交圈只有宋怀瑾，他的一条消息就能让我反复琢磨半天，生怕哪句话说错了惹他不快。前几天太忙了，但你对我来说一直是独特的。吃了面就别闹了，听话。他不拒绝的彻底，只是为了让我继续纠缠。他给一棒子再给个甜枣，像驯化宠物一样消耗我的食欲。再也不会了，我再也不要拖泥带水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段感情。再也不要。小豆，小豆，我的女儿天天不吃饭，天天只睡觉，我该怎么办？孩子赖床，要让他把睡眠规律调整好，适当增加运动。家长不能。可我只想知道，怎么能让她开心一点？你2岁的时候就不爱穿鞋，总喜欢这样赤着脚偷偷看我。那时候你壮得像只小牛犊。其实我经常后悔跟你爸离婚。如果我再忍耐一会儿，你就不是单亲家庭了。如果我没为了多赚20块去加班，多陪陪你，或许你就不会这么缺爱，因为人家一点点好处就爱得死去活来。妈，不是说有相亲对象吗？我明天见见。还有，我想吃你做的番茄鸡蛋面。你年龄太大了，以前工资高又怎样？
回了小县城还不如我呢。结婚要立马要孩子，我妈不容易，你得孝顺她。我也让你打了，气该消了吧？闹脾气也是有限度的。房子密码你换了，我也找不到你。回来吧，岗位还是你的。我会让梦瑶少出现。你到底在忙什么？相亲。看什么看？你这种京北回来的大龄剩女，也就我这种体制内的不嫌弃。张磊，你来相亲，你女朋友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粉色的凯蒂猫手机壳，手腕上带亮片的黑头绳，还有你领口内侧绣的缩写字母，这3样东西没一样是你这种性格的人会用的。家里逼你来的？对不起，我爸妈看不上他，非逼我出来。他性子娇，知道了肯定要跟我闹。如果你给不了他未来，就别吊着他，一边享受他的喜欢，一边应付别的女人，这叫不负责。我知道了，我会跟他谈的。这顿饭我请，算我不对，要不留个联系方式，当个朋友也不错。不必了，我不想和你有任何联系。10年间，宋怀金的一个电话就能让我抛下一切狂奔过去，而现在，我只觉得云城的雨比京北的温柔多了。怎么样啊？那个小伙子人好不好？是不是不合你心意？妈，他有女朋友，来相亲只是为了应付家里。没事没事，这种不老实的人配不上我的女儿。妈再给你挑，群里还有靠谱的。看看这个相亲群里有没有喜欢的。我就点进去看了看，小时候他在灰尘弥漫的车间里踩缝纫机，说赚了钱带我去江城。后来为了让我体面的去京北追那个男人，他收起裙子，藏起愿望，一直在等。妈，咱们不相亲了，你想不想去旅游？我都老了，没那个心思了，外边不安全，费那个钱干啥？不出国就去江城。江城太远了，消费是不是很贵？会不会太麻烦？2张头等舱。你这孩子怎么说定就定了？妈，以前你总说等以后带我去，现在我们不等了。妈，别用这个箱子了，这箱子太小了，我们去买个新的，大一点的。到时候你在江城看到喜欢的东西，咱们都能装回来。这个箱子是你上大学的时候买的，那时候你拿着它去京北，我送你到火车站，你就是拖着这个箱子头都不回的进了站。妈，我真的要去京北了，里面是妈攒的钱，还有刚煮的鸡蛋。照顾好自己，受了委屈就回家。这是你小时候的东西，你小时候我总在家里放这些歌，那时候工友都说我唱歌好听，不去当歌手可惜了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能去江城听听当地人唱歌该多好。后来有了你，就只想着多踩脚缝纫机，多赚20块钱给你买新衣服，让你别被人看不起。我把宋怀金喜欢的咖啡口味、衬衫品牌记了10年，却忘了我的妈妈也曾有过自己的梦想。妈，这次去江城，我们把你年轻时候没完成的心愿都补回来。金珠，这地方一看就贵得离谱。要不咱还是去批发市场买2件大红大紫的得了，拍照显眼。妈，那些简绫公主裙不适合你，你以前是厂里最漂亮的，得穿这种有质感的。阿姨，您的身形比例很好，试试这一身，特别衬气质。这么贵的衣服，我穿了是不是浪费了？不浪费，我妈长得这么好看，就该穿这么好的衣服呢。阿姨，您穿这身气质绝了，跟女儿站在一起真像姐妹俩。活了一辈子，头一回穿这么亮的料子。金珠真的好看吗？特别好看，妈，你本来就这么好看。哎呀，这个不行，这要是磕了碰了得多少钱啊？就这个，包起来。这是我买给你的，带着，只要你开心，磕了碰了都没关系。
我以前以为给他钱住大房子就是孝顺，其实他最想要的是被当作陈桂兰本身来尊重和看见。妈，等我们到了江城，我给你拍好多好多照片，把你年轻时候没拍的都补回来。猪猪，你看这个阿姨跟我差不多大，拍的旅行视频好多人点赞呢，大家都跟她打招呼，说她活得年轻。妈，既然你这么羡慕，我们也开个账号吧，把你想去的地方、想做的事儿都拍下来。那哪行？我又不会拍，又不会说，认字都认不全，拍出来让人笑话。没人会笑话你，我们不跟别人比，就记录你自己的心愿。陈桂兰，你年轻时那些没做成的事儿，我们一件件补回来，好不好？妈，你想给账号起个什么名字？要不就叫猪猪妈妈？不，这是你的账号，你不只是猪猪的妈妈，你是你自己。就叫妈妈的100个心愿，咱们第1期就拍去江城。来，咱们先列清单。第1个心愿，去江城看看。好，第2个呢？我想学会弹一个乐器，那种声音悠扬的。第3个，我想把小时候没读完的书读完，认全所有的字。还有，我想去看一次演唱会，还想学会开车。我以前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围着你转，围着锅台转，临老了还能有这么多想头，真好啊！妈，不止100个，只要你想，我们能完成300个、500个。妈，别紧张，就当是跟老朋友聊天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今年60岁，接下来我要去完成我的100个心愿。第1个心愿就是去江城。妈，别紧张，机票和证件都在你手心里，丢不了的。猪猪，我怕到时候啥也不懂，给你添麻烦。不麻烦，有我在呢，你跟着我走就行，什么都不用怕。你看我自己弄完了，没给你添麻烦吧？特别棒，我妈最厉害了。别怕，妈，起飞就像坐电梯，很快就稳了。我不怕，有你在呢，猪猪，我不怕。猪猪，你看天上，原来天上是这个样子的，太好看了。10年前我第1次坐飞机，满脑子都是怎么让宋怀京更喜欢我。我像个蒙着眼的人，错过了云海，也错过了爱我的人。京北的雨夜，还有那个叫宋怀京的人，都被厚厚的云层甩在身后了。我知道，新的生活要开始了。猪猪，你看那山顶上竟然还有雪，太好看了。妈，这才是江城的冰山一角。走，带你去更美的地方。以前在电视上看这路，总觉得是假的，没成想这天底下真有这么阔气的地方。妈，咱们还有60年的风景没看呢，这回管够。妈，往花中间站站，我给你拍几张。我都老了，脸上都是皱纹，拍出来哪能好看啊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妈，你不管多少岁，在我眼里都最好看。在京北的10年，我以为安全感是宋怀京给的。为了他，我学着喝酒应酬，在职场里把自己磨成浑身带刺的怪物，
可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男人和高薪，而是身边的妈妈、眼前的辽阔天地，以及我能随时带她离开的底气。妈，咱们明天去下个地方，更美。猪猪，太好吃了！原来刚出炉的馕是这个味道，以前在超市买的简直没法比。妈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气，咱们慢慢逛，后面新鲜东西多着呢。是有热瓦普，要进来看看吗？老板，可以让我妈妈试试吗？她以前很喜欢音乐。当然可以，阿姨，你试试，没关系的。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这些，那时候厂里有工友会吉他，我总跟着学。后来有了你，就再也没碰过了。阿姨看这里，这是哆，这是 re， 摁的时候手指要实一点。猪猪，你听，我弹出来了，我真的弹出来了。听到了，特别好听。人得有锚点，这个锚点不是男人，而是自己热爱的事儿。妈，你视频号的第1期素材有了，就拍你学热瓦判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一定好好练。老板，这把琴我们要了。猪猪，这太贵了，我万一学不会，不是浪费钱吗？没关系，学不会咱们就慢慢学，只要你开心，这就不叫浪费。妈，歇会儿吧，手指头都按红了。要不我还是给你找个专业老师教。不用麻烦别人，我自己能学会。你看我这儿有秘籍，哆就画个圆圈 ，re 就画个横线。妈，你这音谱画的真像艺术品。阿姨，这个指法按得对，这首歌叫《草原之夜》，唱的是思念。大哥，您刚才说您年轻时到处唱歌，那日子一定很自在吧？只要有琴，马背上就是家。你也一样，阿姨，你弹得很快，有天赋。这个画波浪线的，就是要弹得轻一点。我这法子笨，但我能记住。猪猪，妈年轻时也想过，背着琴到处走，去唱自己喜欢的歌。后来结了婚，有了你，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我这辈子都在为别人活，为了父母，为了你爸，为了你。猪猪，妈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过。我终于能为自己活一次了。我追了宋怀清10年，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可我妈为了我，奉献的是她整个人生。妈，弹得真好。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上视频，给这么多人看。妈，你值得被更多人看见。小时候兄弟姐妹4个，只有1个能上学。我懂事，第一个说我等等再上。我舍不得他的心意，总想着等等。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，一生都快过去了，悄无声息地落了灰。今年我60岁，我不想再等了。我要把我年轻时没完成的心愿，一个一个都实现。妈，还没睡？猪猪，吵醒你了？我就是随便看看。藏什么呢？我看看大家的留言。猪猪，你说我这个年纪才开始认字，不会太晚吧？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以后我教你认字，咱们每天学几个。你看，我今天已经学会了好几个字了。这个是勇，勇敢的勇；这个期，期待的期。
猪猪，你看，这树是不是坏了？怎么这么多人都在看我？妈，你火了！大家不是在看热闹，是在给你鼓劲儿呢。他们说，阿姨的勇气让她脸红，她也想捡起丢了10年的画笔。猪猪，以前我觉得自己没文化，上不了台面，原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听我说话。因为你活得真实嘛。来，我帮你看看这句回话有没有错别字。去赛木湖拍视频，要穿得好看一点，不能让喜欢我的人失望。妈，你现在本身就特别好看，真的。我以前总以为是我在治愈他，带他逃离那个灶台，可现在我明白，是陈桂兰凭着骨子里的坚韧，把自己从岁月的尘埃里捡了起来，重新绽放出光。妈，咱们快到了，我知道还有更多的风景，更多的故事在等着我们。妈，看镜头，笑一个。这段视频发出去不到2小时，点赞就破了10万，大家都在夸我妈眼里有光。徐姐，真的是你？宋总找你都找疯了。找我做什么？我都离职大半年了，公司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徐姐，你不知道，你走后公司乱套了，项目没人接得住。宋总不仅给你留着位子，还给你涨了3成工资，说这半年全算你带薪休假。他每天都要去你工位坐一下午，他是真的很在意你。要不你回去，我留在公司的东西全部扔掉就好，我不会回去了。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，麻烦你们当做不认识我，别来打扰。猪猪，别想那些事儿，前面的风景更好看。好，妈，咱们往前看。是啊，前面的风景那么好，我才不会回头看那些过去。请坐。猪猪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还没放下？妈，我早就放下了。以前我觉得它是光，现在才明白，救我出泥潭的是我自己。他现在找我不是因为爱，是受不了那个随叫随到的许金珠突然脱离他的掌控了。他觉得我是他的所有。再过半个月，这里的薰衣草就全开了，到时候满山都是紫色的。猪猪，那咱们多留几天，我也拍一期视频给粉丝们看看。徐姐，宋总把梦瑶赶走了，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。徐姐，宋总现在天天守在你空位上后悔，他是真的喜欢你，你要不要再给他个机会？他后不后悔跟我没关系，别再跟我说这些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有人说宋怀金把那个女人赶走了，现在后悔了，想让我回去。那你怎么想的？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他这种后悔，不过是因为没了我，他的日子不好过了。我又不傻，怎么会再跳弄火坑？我的女儿终于彻底想明白了。吃菜，多吃点。妈，收拾一下，咱们今天去下城拍拍雪山，我也正好跟粉丝们分享一下这边的雪景。AED， 谁带了自动里外出走器？快，救命用的！我这里有，接着。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我叫梁楚南，后续费用我一定赔偿。我们找了2天失踪女孩，女孩救了，兄弟却突发心梗，没有你这台机器，他今天真撑不过去了。举手之劳，人没事就好。晚上我们救援队在草原有庆功宴，能不能赏脸参加？我想正式表示感谢。猪猪，咱们去吧，这故事多感人啊！我也想拍拍这些英雄。梁楚南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曾经轰动京师的科技大佬。几年前突然消失，原来是躲在天山脚下做救援。好，
我们准时到，没想到会在江城的雪山脚下，以这样的方式遇到他。请坐。谢谢恩人，今天没你那机器，咱兄弟就真交代在这儿了。我没想到阿姨这么开朗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他活得小心翼翼，出来这一趟，他才算找回了自己。这支队伍里有医生、律师、退役军人，大多都是辞了工作来这儿找自己的人。阿姨眼里的光真的很动人，人这辈子找到热爱的，多晚都不晚。以前我困在京北，以为宋怀生就是我的全世界。昨天的 AED 虽然没坏，但是拆封了。许小姐，我给你换个新的，你带在路上，安全第一。这些特产是兄弟们的一点心意，你和阿姨尝尝。听阿姨说你们在拍人文素材，明天救援队要去古道做安全宣讲，那里的牧民和风景都很特别。去，我们去！我早就想去古道看看了。古道绝美，但也藏着危险，每年都有驴友在这里迷路、失踪，甚至丢了性命。你明明是个大公司的老板，为什么来做救援人员？这个是我哥梁春安，他出事那年才24岁。所以，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？现在我已经32岁了，比他大出这么多。他再见到我，该叫我哥了。那时候我忙着创业，天天忙得脚不沾地，还骂他不务正业。他没听我的，掉进这河里救了人，自己却没上来。我总在想，如果那天有人拉他一把，或者路过的人手里有 AED， 所以我卖了公司来到这里。我想在这里多救一个人，就少一个家庭留下一辈子的遗憾。南，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？你经历了这么多，或许能给我一点建议。高3那年，他是转学生，给我讲题、打饭卡，成了我灰暗青春里唯一的光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你可以给建议了。提前说好，我心理素质强，难听的话也行。男渣女贱，你这人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！那个男的拿着你的真心当筹码去讨好别人，这是渣；而你被伤了一次又一次还舍不得走，把一点微末善意当成一辈子的光，把人生拴在不值得的人身上，这不是贱是什么？我早就习惯了他的存在，好像没了他，我的人生就没有方向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锚点，你的精神世界不富庶，才会把一个男人当成唯一的方向，任他拿捏。锚扎进海底，船才不会被风浪吹走。你的锚点不该是男人或感情，而是你真正热爱的，能支撑你走过风雨的东西。你妈以前的锚点是你，所以她委屈自己；现在她的锚点是音乐和人生，所以她眼里有了光。而你以前的锚点是宋怀清，可那个锚是浮在水面上的，风一吹就走，只会带着你一起翻船。10年了，我以为抓住他是抓住了安稳，却忘了真正的锚点从来都该在自己身上。猪猪，粉丝20万了，他们都说喜欢看咱江城的烟火气。不错，上手很快。下午去小学，敢不敢给孩子们演示一下止血包扎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美丽的夜色多沉静，美丽的夜色多沉静，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，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。对，按下去的时候要用力，像这样。以前我以为价值是高薪和职位，现在才明白，是在这辽阔天地里，真真切切的拉别人一把。我看你这几天状态越来越好了，眼里的光都不一样了。谢谢你，梁楚南。你说的那个锚点，我好像慢慢找到了。以前我把人生的赌注全压在一个男人身上，现在我的锚点是妈妈，是这片草原，是这些我看过的风景。
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的人生拴在一个男人身上。宋怀京，那些深夜的内耗，那些患得患失，都到此为止了。这首歌写我年轻的梦，写我为女儿操劳的半生。60岁了，我终于成了我自己。妈，视频爆了，点赞破100万，大家说你活成了他们最向往的样子。是吗？谢谢大家。我想说，不管多少岁，都别放弃梦想，想做的事儿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猪猪，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。妈，你不仅做到了，你还找回了你自己。阿姨，这是给您的纪念。金珠，接下来的路注意安全。许金珠，别人在你生命里留下的是内耗和雨季，我希望我留下的是自洽。谢谢你，梁楚南。那个稳稳的锚点，我已经找到了。梁先生是个好人，像一道光一样，照得人心窝子暖。是啊，但他这束光是点醒我，让我自己给自己发光。下一站，藏城。那些烂在过去的雨，都留在江城的风里吧。我再也不会回头了。妈，看这儿，粉丝破80万了，大家都说在阿姨身上看到了自由。什么自由不自由的，我就是觉得这天高地阔，心里敞亮。妈，好几个大品牌找你代言，还有媒体要采访，给的价钱够咱们再游一圈了，你接吗？不接。猪猪，我拍视频是为了给那些围着家庭转的阿姨们一点勇气，不是为了钱。我只想安安心心地完成我的心愿，过我自己的日子，不想被这些绑住。妈，我打算把急救知识做成免费课，再去大理救援队帮帮忙。去吧，咱们娘俩都做点自己稀罕的事儿，这日子才有劲儿。猪猪，以前我觉得你嫁个好人家才算幸福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你能活成自己的样子，才是最大的幸福。是啊，我以前以为幸福是成为宋太太，其实真正的幸福是你眼里的光。家人们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回云城去完成剩下的心愿。猪猪，出去走了一圈才发现，咱们云城也这么好看。是啊，心安的地方才是家。张姐，下午来我院子里练琴，我刚学了个新曲子。手肘伸直，频率要稳。急救不仅是技术，更是给生命一个机会。那10年我像根绷紧的弦，以为京北才有未来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最好的日子是在院子里晒着太阳，看着妈妈发光。
位同学，下周6云城大酒店，咱们班主任牵头的10周年聚会，谁也不许请假。吗？宋怀春也要回云城参加，那可是咱们班的大名人。许金珠呢？许金珠在群里吗？有人联系得上他吗？不过是些陈年旧事，没必要理会。只要我不回应，这件事应该就会像风一样过去吧。金珠，宋怀生特意托我找你，只要你肯来聚会，班青统计下场，他就给咱们母校捐一座图书馆。用孩子的读书梦当筹码，宋怀清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老师，他捐书是他的事儿，别把我和孩子的梦想绑在一起。我跟宋怀静没关系，更不会去参加聚会。那些孩子有没有书看是他的选择，不是我的责任。你做得对，真有善心早就见了，拿孩子逼你露面，这不是心善，是坏。金珠，往后没必要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，天塌下来有妈在呢。10年前，我怕人说我冷血，怕辜负期待，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我的感受同样珍贵。猪猪，你去超市给我买瓶红酒回来，要好喝一点的，不涩口的。等直播结束了，咱俩好好庆祝庆祝。行，知道你想一个人跟粉丝说悄悄话，我这就走。许金竹，高中当了大半年同桌，你倒是把我给忘了。周慈，那个带头起哄的尖子生，有事儿吗？当年那么讨厌我，现在又上来搭什么话？我什么时候讨厌你了？那时候年纪小，智障，喜欢人都用错了方式。喜欢我？你在开玩笑吗？这里太吵了，我们出去说。我跟你好好解释解释当年的事儿。金珠，其实当年我喊那句“不需要同情”，是因为我不想看那些人可怜你。你觉得那是帮我，对我来说那是羞辱。所以我说我智障，但当时我是真的想让你注意到我，哪怕是讨厌。许金珠，你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班里没人喜欢你，所有人都看不起你？你那是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高中的时候就算长了痘也漂亮得很，而且你每次考试都是前3，坚韧的浑身发着光。我那时候总往你座位旁边凑，故意不起绰号，其实是想让你跟我吵2句，能多看我一眼。卖惨装可怜吧。够了，他不需要别人同情。那时候太蠢，好心办了坏事。后来宋怀金来了，你眼里就再也看不到别人了，我们也只能远远看着。10几年了，我以为宋怀金是唯一的救赎，原来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一直有人在小心守护。对了，问你个问题，别生气啊。如果回到高中那时候，你会不会喜欢我这样的？周慈，你这也转得太快了。你别紧张，我开玩笑的。老家结婚早，我孩子都快上小学了，我现在过得超幸福。周慈，你吓死我了，祝你幸福。金珠，听完你这些在京北的事儿，我想说，你能走出来活得这么好，真的特别棒。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的，但是希望你幸福，是真的。原来我也曾被人小心翼翼放在心上，我不用靠宋怀晨那点施舍也能活得很好。爱的时候恨不得同生共死，不爱的时候，竟连厌烦都觉得多余。许金珠，你怎么把我们的房子租出去了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在意的竟然还是那套你出了一部分钱的房子。
可那是我们一起装的，那是……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是觉得我的东西就该是你的？什么我们的房子？首付是我攒的工资，装修钱我早打给你了，我想租就租，想卖就卖，跟你没关系，别靠近我。金珠，你走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我赶走梦瑶了，我想带你去治中耳炎，给你顾健康师。徐金珠，我看清我的心了，我心里有你。烂人真的有真心吗？晚了，晚在我大雨中走3小时发高烧的时候，晚在你羞辱我妈没用的时候。宋怀京，你不是爱我，你只是习惯了被我照顾，没了我你一塌糊涂，所以你才回头，这不叫爱，这叫自私。我不恨梦瑶，我讨厌的是你既要又要，把我的真心当垃圾，却去讨好别的女人。可我们从没越过朋友的界限，我连手都没牵过你几次。朋友，谁会让最好的朋友大半夜送安全制？做朋友连界限都画不明白，你对得起谁？遇见你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我甚至想过，你要是出门被车撞死就好了。实话说，我早就恨你。就这样吧。这一次我想带你寻找晴天。金珠，我昨天去了咱们高中门口那家面馆，味道还是没变。姑娘，你老公对你真体贴。是你最爱的那家手冲，趁热喝。金珠，我总是想起高3那年，想起你在京北陪我闯荡的日子。金珠，宋怀京疯了一样找你，这事儿京北都传遍了。我给你介绍了几个条件不错的男人，你去见见。得让他……燕子，我真的不想去。我没必要为了挡掉一个渣男，就去跟另一个男人周旋。我看过了雪山草原，见过了辽阔天地，对这些情情爱爱真的没兴致了。难道你一辈子不结婚了？守着你妈过一辈子？我没说不结婚，但现在我不需要用男人把我标记为有主物来逼退另一个男人。我的事儿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像颗甩不掉的牛皮糖。对付这种人，讲道理没用，心软更是没用。猪猪，要不我以后不开直播了，省得他再来闹，给你惹麻烦。妈，凭什么我们要躲着他？这是你的热爱，凭什么因为一个烂人就要放弃？你放心，这件事我来解决，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能打扰你。喂，我要报警，有人长期对我及家人进行跟踪骚扰。10年了，我永远在妥协卑微，但现在我不会再为了他委屈我妈。宋怀京，再有骚扰行为，我们将依法进行行政拘留，请你自重。许金珠，你就这么恨我，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宋怀清，是你先把事情做绝的，挑战我的底线，打扰我妈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再敢来，下次就不是警告了，咱们法庭见。以前带情人是风流，现在追个女人被报警，宋怀京真是把咱圈子的脸丢光了。股价跌了5个点，宋总，
你为了个女人闹得满城风雨，这董事长你还坐得稳吗？够了，传我的令，撤掉他的职务，去国外分公司带项目吧。那是他自食恶果。好，下一组，注意按压深度。他是董事长还是弃子，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的人生早就和他没有任何交集了。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坏人自有天收，咱们啊得往后看。金珠，妈现在想通了，100个心愿哪够啊？妈要写300个、500个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妈，只要你想，咱们就一直走下去。猪猪，快看，妈拿到驾照了，我学会开车了。妈，你太牛了！60岁突破自己，你才是我的偶像。等妈练熟了，就开车带你全国自驾游，去完成剩下的心愿。我知道，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猪猪，快点！领队说这山里风景绝了，咱得走快点抢机位。妈，你等等我，你这哪像60，比我都精神。阿姨，您这体力真是咱们团的标杆儿。小伙子们，别趴下啊，咱们还没到山顶看日出呢。以前在京北，他连下楼买菜都缩着肩膀。徐姐、陈阿姨，下次咱们约着去藏城徒步，没问题。到时候阿姨开车带你们。他怎么又来了？妈，别理他，我们上车。许金珠，我是来和你告别的。宋家要把我发配到国外的分公司，这辈子可能都不回来了。那是你的事。许金珠，遇到你，真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了。求之不得。猪猪坐好，妈带你回家吃热乎饭。有出版社找你出书，写你的自传。出书？我一个识字都认不全的老太太，怎么能出书啊？别是骗子吧？妈，不是骗子，是正规出版社。编辑说被你60岁重新出发的勇气打动了。我这辈子没读过几年书，连写句话都要翻字典，哪能写书啊？别人看了要笑话的。妈，不用华丽的句子，你就把你这辈子的故事老老实实讲出来，你不用怕，我陪着你。你说，我帮你记，我们一字一个字的写，好不好？猪猪，我们写吧，就算写的不好，也是我这辈子的念想。小时候家里穷，为了让弟弟妹妹上学，我第一个说，我等等再上。在缝纫车间里，我踩着缝纫机，从天亮忙到天黑，手指头被针扎的全是洞。后来逃出那个烂泥一样的婚姻，我抱着才1岁的你，发誓要带你过好日子。那时候房子在巷子最深处，背阴，衣服晾3、4天都不干，身上总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鱼腥味。我记得那时候班里同学都不爱跟我玩，说我身上有怪味。是啊，那时候妈妈没本事，让你受了不少委屈。妈，我不委屈，我想去老房子看看。变了，全变了，水产市场搬走了，这儿变得真干净。以前这儿总摆着缝纫机，哒哒哒的响。我总想攒钱给你买个能晒太阳的大房子，怕你一辈子住这见不着光的阴冷地儿。妈，是你在那间小房子里
踩着缝纫机给我缝出了一条去外面的路。你看，以前总觉得这房子暗，一辈子没太阳，现在才明白，不是没太阳，是咱们那时候光顾着埋头赶路，忘了抬头找光。咱们现在已经站在光里了。那条背阴的巷子，终于也迎来了属于它的阳光。徐老师，我看过您的视频，大山里医疗条件差，救护车要跑2个多小时。我们想给孩子建个急救站，求您拉我们一把。李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去。梁楚南说的对，人要找到自己的锚点。我的锚点是让更多人有保护生命的能力。妈，这地方离云城远，条件也苦，要是去的话……猪猪，你想去就去，妈陪着你。你去救人，妈去给孩子拍视频、教弹琴，咱娘俩一起去，做点有意义的事儿。来，别怕，大家摸摸这个模型，学会了就能救亲人。爱的逍遥呼啸。大家唱的真好，再来一遍。猪猪，妈以前总觉得吃饱穿暖，孩子平平安安就够了，现在才知道，人活着能给别人带来光，才是最有意义的。猪猪，这些阿姨说看了我的视频，她们也想捡起年轻时的画笔去报舞蹈班了。看着他们，我就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，被困在妈妈和妻子的身份里，差点忘了自己是谁。妈，你现在是他们的榜样，也是他们的勇气。姐姐妹妹们别拘束，咱们今天不说家务，不说孙子，就说说自己年轻时没完成的心愿，说那些想做却没敢做的事儿。我60岁才第一次学琴出书，我明白了，只要你想开始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咱们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我年轻时最爱芭蕾，现在孙子大了，我想报个班，可就怕别人说我不务正业。我也是，以前我是厂里的播音员，想当有声书主播，可总觉得自己普通话不标准，怕没人听。想做就去做，别怕笑话。咱们这辈子剩下的日子，要活得没遗憾才行。猪猪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大家喜欢的不是我弹琴旅行，而是我给了他们一点勇气，一点重新开始的希望。妈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在发光。金珠，救援队正联合文旅局搞个古道安全守护计划，我们需要在乌孙、下城这些古道建急救站，培训牧民和领队。找了很久，我觉得你最合适当专业负责人，愿意回江城吗？条件会很艰苦，至少要待半年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去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金珠，我们都等着你过来。江城，那是我重获新生的地方。这一次，我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。妈，梁楚南想让我回江城做急救站项目，但那边条件很苦。去，咱们去！江城多好啊，我做梦都想回去看看。妈，你不怕苦啊？很多地方可能连手机信号都没有。苦什么？我年轻时什么罪没受过？能跟着你去做正经事，我看风景都看不够呢。你去盖站，我就去教那些牧民孩子弹琴，把民歌都录下来，我弹着琴让他们唱。我的第一个心愿要在10条徒步路面上都建起急救站，带出100个牧民医生。那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办一场草原音乐会，让100个娃娃都学会热娃步。云城的工作室就交给你们了，山区的培训千万不能断，有事随时卫星电话联系。放心吧，徐老师，我们一定守好大后方。猪猪，你看，粉丝寄的，说江城风大让我护着，这么多人惦记着，
咱一定要把事情做好。1年前从京北回来，我以为这辈子就困死在云城了。谁能想到，这把年纪还能一次次去看大世界？妈，这才是开始，你的清单还有几百个愿望等着呢。欢迎回来，金珠阿姨。梁先生，下城的娃们都好吧？我的琴弦可都换了新的，就等着教他们呢。第一次来是逃命似的忐忑，这次来我心里全是底气。这儿比大理的院子还舒坦。妈，美景只能先放放了。12个急救站要配齐 AED 和药品，这活儿比我想象中硬。徐老师，这没法讲，他们觉得咱们这套是虚的，根本不信这机器。既然他们不相信听不懂的课，那咱们就不坐在这儿等，带上人体模型和教具，咱们去毡房，去他们放羊的地方。大家看，如果是孩子异物卡喉，一定要从背后抱住这个位置，用力顶。他说他儿子以前在山里落马，要是那时候他懂这个，儿子就不会等不来医生就没了。来，孩子们，跟着阿姨的琴声，咱们再来一遍这首民歌。我想起了刚回云城时那个连弹琴都要躲进屋里的妈妈，现在的她是这群孩子眼里的光，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。我们的歌声比那雪山还要高。奶奶，这是我家自己做的，特别甜，您吃。陈老师，这是我画的您看像不像？快回家吧，注意安全。周4咱们接着练。猪猪，你看这画，把我画的年轻了20岁。今天有个一直躲在后排的小姑娘上台独奏了，全班都给她鼓掌，那是她第一次笑。妈，你真的改变了很多孩子。猪猪，我以前觉得弹琴就是图个乐，现在才知道音乐能让内向的孩子开朗，这比我自己学会100首曲子都有意义。妈，你看评论，好多网友要给孩子们寄乐器，还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想免费给孩子们上网课。真的？那咱们之前茶话会的那些阿姨们，能不能也动员起来？我已经联系他们了，咱们打算发起一个草原音乐小课堂公益项目，不仅在江城，还要去海城、藏城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去。这就是我们这几个月的成果，用专业的急救站守住每一条通往雪山的古道。许金珠，真的是你！金珠，真的是你！我在台下看着就觉得眼熟，你现在这气质跟以前在京北时完全不一样了。听了你的分享，我很佩服。我在江城刚好有文旅投资，咱们谈谈合作，资金和设备我来解决。感谢张总支持，细节我们可以马上敲定。对了，金珠，你和宋怀琛还有联系吗？没有联系了，我们早就两清了。他在国外日子不好过，分公司业务一塌糊涂，老爷子彻底放弃他了。他在宋家已经没了实权。前阵酒局见他，整个人颓废极了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嘴里还一直念叨你的名字。他念不念我的名字，早就与我无关了。那些淋了10年的雨，早被天山的雪融化了。金珠，你是真的放下了。以前你眼里总藏着不安，现在的你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
是啊，我放过了我自己。猪猪，我想在这儿写我的自睡。他写了整整1个下午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温柔的像一幅画。猪猪，我写完了。我叫陈桂兰，今年61岁。前60年，我一辈子都在懂事，一辈子在为别人活。61岁这年，我跟着女儿走出了厨房，我才知道，不管多大年纪，都有重新开始的权利。谢谢我的女儿猪猪，是她拉着我的手，我的女孩终于长大了，也终于活成了自己的我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应该高兴才对。妈，你写的真好，真的。呼叫急救站，有人在滨河边摔伤昏迷了，救命！带上 AED 和保温毯，巴赫提萨木，跟我走。瞳孔反射迟缓，呼吸浅快，这是严重的脑震荡加失温。醒醒！求求你们，救救他！别哭，我们在，他死不了。徐老师，谢谢你。以前山里有人出事，我们只能看着，现在我们能救人了。是你们自己救了他，巴合体。我想起梁楚南那个没救回来的哥哥，想起这半年的翻山越岭，这一切都值了。猪猪，你看我们的书印出来了。猪猪，你看我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老太太真的出书了。妈，你是我的骄傲，你也是妈的骄傲。妈，你今天美得像草原上的格桑花。猪猪，妈现在不紧张，妈心里全是底气。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只能在那方窄窄的灶台前听锅碗瓢盆的响声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听我的琴声。谢谢大家。我60岁才开始学琴，以前觉得音乐是年轻人的，但现在我知道，音乐属于草原上的每个孩子，也属于每一个想要重新开始的人。妈，你看你点亮了多少人的心。猪猪，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有一场音乐会，61岁这年我真的做到了。猪猪，妈真的很幸福。妈，你的心愿清单我们还会一直写下去。宋怀京，曾几何时，这3个字能让我心跳漏掉一拍，现在看像个陌生人的名字。金珠，国外的分公司烂透了，宋家也放弃了我了。我总是想起高3那年，想起你在京北陪我闯荡的日子。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走，总觉得只要勾勾手指你就会回来。我欠你和你妈的，这辈子还不清楚了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好好对你，也不让你受委屈。下辈子，宋怀京，这辈子的雨我已经淋够了。那时候，我以为天塌了，真正的放下是连恨都懒得给了。你就像一阵风，吹过去就该没痕迹了。怎么了，猪猪？对着电脑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妈，我就是觉得现在的日子真好。这12个急救站就像12盏灯，点亮了我们墓的古道。感谢许金竹老师，感谢所有为项目成就的人。这8个月翻山越岭，走破了3双鞋，但在看到这张网织成的一刻，一切都值了。金珠，恭喜你，
你做到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。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梁楚南，也谢谢你一开始拉我入伙，让我找到了尝试的事儿。我早说过，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关键点。你看，现在你找到了。是啊，我找到了。我准备带队去藏城，继续做古道安全，不想一起去吗？我要回云城了，我要把这个项目带回去，带到更多的地区，点亮家乡的灯火。好，那我们就各自奔赴，顶峰相见。顶峰相见。猪猪，你瞧，快1年了，回来才发现我们云城的天也这么好看。是啊，以前总觉得这里小，现在才明白，有妈的地方就是家。京北的野心是虚无的，心安之处就是吾乡。陈老师，看了您的书，我也想去完成我20年前的梦想了。妹子，只要开始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妈，你本来就是一束光。妈，新清单列好了吗？列好了，这辈子我要写出500个愿望。持续多日的阴雨天，今日正式结束，久违的阳光重新回归大地。妈，你现在觉得好吗？好的不得了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中最好的时刻了。可别这么说，以后好时候多着呢。借你吉言。逍遥呼啸。大家唱的真好，再来一遍。猪猪，妈以前总觉得吃饱穿暖，孩子平平安安就够了，现在才知道，人活着能给别人带来光，才是最有意义的。你眼里的光，是我见过最温柔的风景。妈，有出版社找你出书，写你的自传。出书？我就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，被困在妈妈和妻子的身份里，差点忘了自己是谁。妈，姐姐妹妹们别拘束，咱们今天不说家务，不说孙子，就说说自己年轻时没完成的心愿，说那些想做却没敢做的事儿。我60岁才第一次学琴出书，我明白了，只要你想开始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咱们也什么写吧，就算写的不好，也是我这辈子的念想。